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结婚7年了，当初也算是闪婚，而且婚后很快我们就有了孩子。可能是婚前相处的时间并不长，导致我们婚后的矛盾一直不断。我觉得他一直玩心很重，对家里管得很少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我来操心。每次和他吵架我都说不过他，让我特别生气。我觉得男人有一定的爱好是很正常的，我也在为家里做努力，尽心尽力的想要这个家更好。我和他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很珍惜这段感情的，但他却总是很不理解我，总这样争吵，也让我觉得很累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度过我们的7年之痒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王先生37岁，来自黑龙江个体；孙女士34岁，来自黑龙江个体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主持人好，四位老师好。结婚7年，对，就是当时是我们俩是闪婚，对对方了解不是特别深啊。结婚之后就发生了各种那个分歧，总是因为各种小事儿争吵，现在就面临着7年之痒。痒到什么程度？就是现在无话可说，吵架冷战好几天。有孩子吗？有孩子。孩子多大？6岁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说说呗，为什么事儿吵？有什么冲突？那就从刚开始结婚第一件事开始说起吧。以前我们俩不是打工认识的吗？后来结婚之后就想着以后创业能多赚一些，我俩就在去南方还是留在北方而争吵。是这点事儿，你说都多少年了？平时就是只要有点事儿就把这个事儿搬出来。以前的事儿呢，他也要翻小肠。本身嘛，他那意思是想去南方，我的想法呢就是在家附近。最主要我俩还打算要孩子，你说要孩子之后上学也是个问题。假如去那么远的话，那父母都不在身边，我感觉就不那么太合适。我猜创业应该不顺利啊。前期还可以，后期就不顺利了，因为以前我一直在南方嘛，我在南方那边朋友也多，待了10多年了，人际关系也比较广一些。所以就想着留在南方，南方那边气候我也比较喜欢。你在东北的话，家人朋友不也都在吗？咱俩结完婚，还没能走呢，是不是就有孩子了？咱俩一开始想走的时候还没有孩子，那趁着年轻你不闯一闯，那到以后到岁数大了，年龄大了，咱俩还可能再出去了吗？你们在南方要做什么呀？一开始没想做什么，就想出去上那边发展一些，因为南方经济发展要比北方快一些。后来你们留在家乡做的什么买卖呢？开了一个手机店。哦，那现在这买卖是难做。所以难做之后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假如你要是一开始去南方，肯定要比现在好吧？所以你这算找后账。他就是每次就这样。一开始吧，生意其实我俩做的也挺好的。后来说想把那个店里再扩大一点，但是说附近没有一些合适的店面，所以我就出去又开了一个，就这样。不是挺好的吗？对，我觉得都开了2家店了吗？等于对，扩大之后。前期他那块生意也比较好，后期就变了。那后期变也很正常。不也是因为后期又雇了一个营业员？谁雇的？他那边又雇了一个营业员，又多出了一笔开支。那店面大了嘛，人要用的多，对吧？对，你本身那个面积在那儿呢，你就是说你雇个营业员很正常。再说那个费用也不是我们出，那是人家厂家给出。厂家出，我们可以不雇这个营业员，把钱自己留下呀。那是你的想法，人家不给你出人，不可能也给你出钱。我听明白了，他不是介意是不是这个人。你老婆那个话，你其实可以直接跟他说，你就嫌他不尽力了呗。我说了，那么个店就还用2个人，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？他是嫌弃在这儿，我理解的对吗？营业员吧，我估计也是跟女生长得太年轻了，好像相貌他也有点意见，有可能。但是后期不也换了吗？再说这个生意不好，真就跟我没关系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整体大环境的事。怎么就没关系呢？你总往出跑啊！回店好几次碰见他都没在店里，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干嘛，他说出去办业务了。你每次回去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，是不是每次都是下午1点半以后？
有很多单位是刚上班，比如说工商税务，有的时候我还得去报税，对吧？再加上还有新进一些品牌，每天都是下午那个时间去开会。他总是有各种借口，到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出去不只是办业务，他是出去玩车，他特别喜欢改装车。后期就是因为不挣钱了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把就是一部分这些钱都拿出去改装车了。一开始是我拿一部分钱去改装车了啊，但是你想啊，我不吸烟吧，我是不是不喝酒吧，我也不出去钓鱼吧，我也不去买各种各没用的东西吧，就是甚至买衣服都得说是你选，我从来我也不会乱花钱。我假如说我吸烟喝酒，那费用很大。我假如说再有一个别的爱好，比如说钓鱼，那杆儿得总换。那你这兴趣爱好的这代价也太大了吧，花销也太大了。他改车这钱都能再买一辆车了，你说有这钱干嘛不好啊？改车一般比买车还贵。对呀，但是那你别的爱好他也得消费呀。我从小到大你也知道，小时候我就喜欢车，长大时候我现在有点能力了，进行我的爱好了，那很正常啊。这做买卖就是这样。对我唯一的爱好，业绩好的时候什么都好。业绩一不好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好。所以我现在听来听去啊，夫妻真的在一起联手创业会影响感情，这相当于合伙人之间有分歧嘛。对，因为怎么分说不清楚，是夫妻，对吧？对。如果纯合伙人的话，我们这个店怎么分钱？分完之后你爱改装改装，爱干嘛干嘛，合伙人也管不上。但是又是夫妻，所以麻烦。这是从店里的事儿开始说的，对吧？咱们说回到家里吧，在家里怎么样？家里先说家务吧。家务他不管，都是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白天我要看店，我也挺累啊。是现在成问题了。那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提没提出来解决方案？咱俩去买这个新房的时候，装修这一块我就说了，买个扫地机器人，咱们正常一天扫一遍，不行咱们扫2遍。他洁癖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完美主义者。然后这样的话吧，咱们回家之后是，你要是懒了不愿意干了，咱们就不做了。这样的事直接就把这问题解决了。然后人不同意啊，一开始吧，家务我也做，地我也扫，也拖，但是呢，男的心多大，边角旮旯这些地方，他一点都不干净，这儿拖完了，那儿就不拖了，有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一片地儿都没拖地。对，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想法，我能不生气吗？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那你不拖地不打扫卫生，你可以做饭吧？饭你不也不做吗？那为什么以前恋爱的时候你都能做饭呢？婚后之后你就不做了？以前做饭那是咱俩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嘛，后来不在一起了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咱俩天天点外卖，我就觉得说是想给你补充点营养。但是后期你这也是悟性高，后来做饭之后你也学会了吗？学会之后，然后你做那饭的确好吃，比我做的好吃啊。然后那你就多做呗，我也不是说现在一顿都不做，我就是做的少点儿。那是我做饭，你可以刷碗吧，你起码能干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又回到以前的问题了，每次就是你反正现在这偷懒已经是偷的比较高级了，我做的不好我就不做了，谁做的更好谁做，是吧？对他要我是这么想，他要求高。那洗碗也是，洗完之后第二天拿出来再用的时候，说看里头有油渍了，又这又那的。然后我当初我也提出解决方案了，买洗碗机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是洗碗机用了以后确实不吵了呀，确实挺好的呀。它嫌费水。我测了一下，洗碗机是比手洗，就是咱们自己洗要省水，是吗？当然了。那你看，人家最主要人家还说了，洗碗机洗的不干净，洗碗机洗的老干净了。洗碗机就是别买太好的盘子。那不说家务，说孩子行吗？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也很难管，他不就喜欢玩改装车吗？孩子也喜欢，从小就受他的熏陶，挺好呀。上课都不注意听讲啊，走溜号啊，老师都找我了。不上课溜号跟他喜欢改装车是两回事儿吧？老师说了，你家孩子就是上课的时候怎么研究寻思车呢？现在就是成我问题了，孩子的爱好是我熏陶的呀。那你平时还美甲呢，你有的时候还摆了那些娃娃啥的呢，家里咱们抓的那个。你这不在这强词夺理呢吗？那一个男孩能去喜欢美甲吗？也有啊。我问个核心问题，这儿子到底谁在管？我管的比较多一些啊，那就行。为这个家，我就认为我付出的多一些，他就是参与的特别少，我就感觉有他没他，我感觉没什么用啊。哎呀，现在中国很多年轻的女性婚后都这么说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我是丧偶式的婚姻啊？有他没他都没用，对吧？对呀，是吧？没他反而更轻松。家里少一个人，不用去絮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管孩子，我怎么要求还没人拖后腿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么想的吧？对。你说刚才那话题，他说我没用，那没用，那家里那些什么马桶坏了，或者是灯需要换灯泡了，这些东西不都是我做的吗？不是，他们会这么说，
这一年能坏几回？对呀，一年就那么坏那么一次，有的时候甚至一年都换不上。你要买灯泡买得好呢，3年还不换。对呀，你看看很多，反正就是经常就发生这些事儿吧。行，知道了，就是在家庭琐碎的细节上面。妻子觉得付出多，觉得丈夫没有付出，丈夫觉得委屈，对吧？有一次他出去旅游了，回来之后呢，孩子生病他也怪我。那你说那孩子本身年龄小，那抵抗力低，他就说孩子有病跟我有关系，没关系吗？他平时玩游戏的时候，他能成宿玩。那你说孩子生病了，我要照顾孩子，他呢，他在这倒头呼呼的睡。哎，这都是死仇啊！咱们这个家里面的事儿大概知道了，就是双方可能都不太能看到对方为家庭的付出了。还有什么让你们觉得不舒服吗？对孩子学习这一块吧，要求特别高，感觉他就是家里的老大。假如说让孩子说是你马上去把衣服穿上，必须得5秒之内执行。不执行呢，就怪孩子不听话。比如说今天我说我想去刷车，他说不行，今天不能去，有可能明后天下雨。我就行，不行，我今天就想去。然后万一真下雨了，他就说了，你看我不让你去，你非得去，下雨了吧？就这样。你这心思也够细腻的了啊！这事儿也是个事儿吗？他就总是这样就是小肚鸡肠。你也不怕自己老得快，这点破事儿你也管，你也累还不落好。还有别的吗？我没什么太多的，今天是他非解决我们这个问题。不是，你就把你心里的苦说出来，不用好面子。你们这个婚后双方2个家族的关系怎么样？你要不说这事儿还好点，一说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。他妹妹比他小个4、5岁，现在也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然后呢，对方要求这个妹妹拿10万块钱嫁妆，对方呢是拿多少钱，然后呢，人家就答应了。答应之后呢，这个钱是我出，我不理解这个钱为什么要我出。对呀，那我答应不也是为了当时咱俩恋爱的时候，你不就说孝敬父母吗？因为我家里我是老大，我父母没有那个退休金，他俩手里攒那么2万块钱，还留着以后养老用呢。那你当时说承诺我的，以后咱们一起赡养老人，这不也是变相的赡养老人、孝敬老人了吗？你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说咱俩赡养老人的问题呀。你说，假如说，那你说他假如现在结婚需要这笔钱，我父母拿不出来，是不是得出去借？那咱俩要手里有，咱俩可以拿呀。那你现在问题出的不是说是必须得拿这笔钱，那你妹妹去考虑，他们2口子他们处对象的时候，应该爱情大于说是金钱吧？他俩去考虑说自己家庭什么情况，对不对？然后最主要现在说是你提到孝顺父母，我平时对我老丈娘多好啊。说难听的，假如说他们生病了或者怎么样，那我肯定我是把所有钱都能拿出来给他们治病，这叫赡养。假如说他们现在想旅游，我拿着钱去带他们旅游，这叫孝顺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你妹妹说是需要拿10万块钱去结婚，我是孝顺父母还是孝顺你妹妹呀？这不是变相的孝顺吗？不是这个事儿，你跟他商量过吗？商量了，他不同意啊。后来呢？拿了一点。就不同意，怎么还拿了呢？那不拿也不行啊，那人家男方又买楼又装修，咱们不可能一点不陪送吧？你不陪送了，我妹妹到婆家也直不起腰来呀。你拿完钱，你妹妹直起腰来了。我现在我感觉我腰疼，我直不起来了。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没办法呀，这钱已经拿了，那你现在说出来有啥用啊？是现在说就是这个事儿。真的，说实话，他那个对象，他就是油嘴滑舌的，天天给你妹妹画大饼。我拿这钱我都闹去，我一看他不是过日子的人。那以前没研究结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说这个男的怎么不好？现在说研究结婚让咱们拿钱了，你说他不好了？那你早干啥去了？我不是为你家好吗？我如果怕你妹妹上当受骗吗？我这不该拿谁拿了吗？好了，听明白了，最后拿了多少钱？拿了3万块钱，本身我们条件不咋好，拿了就行了，姐姐心意也到了。他总说人家男方不好，那你说日子是人家俩过是吧？人家俩过日子，为啥让姐夫拿钱啊？这不是前期结婚吗？对呀，那你当姐姐，那你不得？对，行，那他是不是真的对你父母很好？平时还可以，对。啥叫平时还可以？除了这个方面，拿钱的方面，别的对着也挺好的，但是。你说就因为这方面就老去说我父母，那你说他家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？他家咋了？因为刚开始闪婚嘛，所以就是对他父母不是特别了解。他爸就是特别能喝酒，一天喝4顿酒。后来我就劝他，我说的你那个这样喝酒对身体不好。就是他家就他一个孩子嘛，那以后赡养老人肯定也落在我俩身上，他也遭罪，我俩不也是负担嘛，是不是？但不劝。我劝了。
那你说我劝能当你面劝吗？当你面劝就相当于这想法是你说出来的，那你们以后咋处了？我的确我说了，人我爸回答我了，说怎么的？你是不是怕以后我老了这酒钱你们2口子掏啊？那我就没法多说了。主要是他总喝酒，他影响咱俩的正常生活了呀。老爷子喝酒怎么影响你们的生活了呢？孩子刚满月的时候吧，有一次，他爸就喝酒，半夜才回来，正好赶上我要起来给孩子冲奶。冲奶，他爸说你别起来了，我去冲去吧。冲完之后拿过来，我这一闻这个味道，它也不对呀，用白酒冲的。你说这也把我气的。你们现在是跟你父母住在一起啊？我们一起生活。婆媳关系怎么样？就因为这些喝酒的事儿，总那个。那今天来要干啥呢？就是现在争吵，慢慢的感情也淡了嘛，对婚姻看不到希望了。说实话，我每天我在工作上也挺糟心，也挺烦，每天我也得看人脸色，天天我就低三下四的我在社会上生存，然后呢，每天下班，我真的说实话，我自己在车上我得待半小时，我去调整我的心情，我不想把我的负面情绪回来带给他，然后我好不容易调整好了，我上楼了，人家劈头盖脸来一顿啊，几点下班啊？咋才回来呢？然后我好不容易调整的心情，一下子又崩溃了。我感觉家应该是一个温馨的地方，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，回来我应该是感觉到幸福，感觉到温暖。现在就反而就是让我感觉就特别压抑，特别累。每天我都不知道我何去何从，该去哪儿。我这后半辈子我该怎么生活？我现在真不知道了。现在几家店啊？现在剩1个了，他那个就关了。现在这店谁打理啊？我俩。如果可能的话啊，我们给你造一个完美丈夫，你把这个完美给开个条件，就是想以后能为这个家多付出一些，能承担起多付出的标准。能分担一些家务啊，或者是孩子方面能带带他的那些兴趣爱好，尽量要少。没了。对。这就完美了。我们也给您定制一个完美的妻子，怎么变？我变温柔一点，然后少唠叨一些，别翻小肠。对我要求别那么高，适当的给我点力量，别说是我做什么去反驳我，就理解呗。对，行，要求听起来都不高，做起来好难。咱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并非车里待半个小时吗？不知道。那现在你知道了。对。你觉得他在想什么？可能他就不想回来面对我。好，再往深再想一想，那你觉得他在面对你的时候那会儿，他的心情状态会是什么样子？都怕你了，好烦。所以这就是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。问题的核心是不互相理解，问题的表象是双方都焦虑。你焦虑于他要分担家务啊，要管管孩子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为什么我得不到他的关注？为什么他不关注到我的心情？同样，他也有焦虑。我大概能感受你的焦虑，事业不太好，外面呢得不到足够的尊重，你也是担心老爸的身体啊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怕孩子生病，或者是家里有什么样的突发事件，你们承受不了啊。但是无力感很强啊，付出了时间和精力，但就是没有那个成果呀，所以你也焦虑，你也怕。当一个家庭都在焦虑的时候，那其实有一件更令人焦虑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居然你们2个人之间是没有什么有效沟通的。我劝你们不妨你们真的是安静地坐下来，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话题，不妨自己先引出一个话题，你心里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不愿意和对方去说？因为得不到回应吗？长期以来得不到理解吗？这是关键的问题。回去好好聊聊吧，好不好？多久没有相视一笑，然后对对方有一种默契感了？多久没有一起抱一抱了？多久没有给老公主动的去做一次饭？主动，你多久没有突然也露一手那种冲动了？好不好？就这样。他每天在车库待半小时，这个话你第一次听见对吧？对，我也第一次听见。他说我在车库里面每天都要待半小时，下面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根本没听嘛。他说我要平复，我在外面太受气，我平复一下心情，低声下气的在外面，我好回家换一个
去面对我要家人。平复一下一天的心情，才能来面对你。你第一次听见，我也第一次听见，我记住了。你有听他说话吗？你们出现什么问题啊？3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指出的，你们没有相互聆听。就他说的那个什么话，你其实没有真的听到；你说的什么话，他也没有真的听到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你们没有好的沟通的方式。打比方说，岳父岳母今天有难事儿过不去了，来找你帮忙，你帮不帮？帮。你岳父跟你说，我今天要去外面找别人借3万块钱，女婿你能不能借给我？你借不借？借。借了之后你要不要求他们还？那还还啥呀？那好了吗？拿钱能用还？这不是一回事吗？你听懂了吗？就你的沟通方式不对，你为什么跟他说这是给我妹妹的嫁妆？这不是给你妹妹嫁妆啊，这是你妹妹要从你爸妈那边拿钱，你爸妈没钱，没办法了，所以我来跟女婿借钱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好，那他们开不了口，让你这个女儿来跟女婿借钱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个问题，他3万块钱拿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爹妈感谢他了吗？感谢。当他面感谢的吗？没有。所以嘛，他做这个事情的意义何在呢？如果他爹妈喝着小酒跟你说，女婿全靠你，我们家这个事儿风风光光办下来了，你高不高兴？高兴。你觉得这钱是不是给的值？是不是就这么一回事？你看啊，你当时怎么让他做饭的？是不是夸他来着？对，我说他做饭好吃。对呀，你不是一直夸他来着吗？但是你之后有多少事情上在夸他？今天你站在舞台上夸他多少句？他辛不辛苦？你告诉我他辛不辛苦？没夸他。肯定辛苦，对吧？又要赚钱，又要带娃，又要做家务，又要做饭。你们家还有2老人呢，还要照顾老人。对。那你平时又怎么夸他了？没夸。你在平复了心情之后回到家，你有夸他吗？有给他一个拥抱吗？没有吗？你想让他做事儿，你用的都是指责、批评、比较，所有的都是暴力沟通，对不对？你越是暴力沟通，不是越把他往外赶吗？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柔软的方式？我知道你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行？这就是我说的第3点。其实我们80后这一代人，我们小时候活得并不差，小时候父母也是宠的，也不干活，结果长大了结婚之后那么多琐碎的事情，所以带来个什么东西？事儿都不是大事，带来的是情绪的压抑。你现在是被情绪吞没了，所以你说不出好话，你全是抱怨。我一直说夫妻是什么？夫妻是相互之间的支撑。支撑是什么？我知道你有情绪，你脾气朝我发。你有脾气的时候，我带着你出去哪玩？不会。你老婆身上有多少情绪，她站在台上，我都能看出来。你老婆就是属于那种活全干了，不落好的。为什么不落好？因为她那么多的情绪没法宣泄之后，只能朝你输出。朝你输出之后，你明明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你憋在嘴里面了，你一句话都夸不出来。所以你看是不是恶性循环？你因为你的情绪去抱怨他，他因为被你抱怨了，所以他对你所有的夸奖夸不出来了，恶性循环。所以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先把情绪宣泄掉，然后在彼此之间在日常上面多倾听、多沟通、多帮对方干点活，双方之间把对对方想要说的感恩的事儿说不出口，给他写下来，写下来之后又落在实处，变成一个实际给对方的东西，慢慢把这个情绪给宣泄掉，争取早日走上正向的循环。就这样。听完你们，然后再听完我们3位导师发言之后，我憋得胃疼。快别憋着了！你们居然都感动他的什么上楼前车里待30分钟，我们女人怎么没有啊？我们也上班的，我们还要带娃，我们怎么没有什么所谓的放空圣贤30分钟啊？然后我就坐这儿想，那就是车惹的祸吧。如果没有车的话，大家都是坐公交车或打车的话，还会在楼下待30分钟吗？找什么理由呢？我一想，对，过去的时候男人们也会在楼下待一会儿，他们会抽烟，
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婆说：“我放空一下，何不把燕儿带回家？”然后我又在想，那个时候女人在干嘛？她们下了班挤完公交车，拎着大包小包，她们在楼下待一会儿了吗？她们为什么不需要圣贤30分钟？因为她们要回家做饭，要管娃，知道这一夜忙碌的生活开始了。要什么30分钟？你也配？然后动不动什么家是港湾，他是那港湾，你是那船是吧？你是那船，你出去自己挣钱啊！你别让他养家呀，你别让他工作啊！既然你们是2艘船，什么是港湾？家是港湾，难道不是互相给的港湾吗？凭什么要女人光在这里温柔，做男人的回来了以后理直气壮的，洗碗我不爱，做饭我不好吃，辅导孩子我脾气不好，我爸我管不了，要你干嘛？他为什么今天站到这里的简直是毫无生气？因为整个已经被压垮了。你要他什么温柔啊？我经常会劝男嘉宾在家里头多说点甜言蜜语，可能你们的老婆会在干家务活的时候更起劲，但对你，请你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干活。凭什么他们一定要演化成3头6臂，而你们退行的一个胳膊都不长了？你有爱好改装车，还希望能够变一种生活方式，有一个温柔的老婆，且不阻止你玩改装车。他有什么奢侈的爱好吗？你会有我要求一个梦想，我的梦想里头有丈夫下班回到家陪我玩，帮我干家务活，且我还能够有钱买包包，且买包包的时候男人不管我。你有这样做作的梦想吗？有啊，但是没办法实现呀，因为所以你不会跟他提，对吧？但他会跟你提呀。所以这一个问题在哪？就在你呀！身在福窝里头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不是万恶不赦的丈夫，你有你自己的可取的地方，但是很多东西你做了却不够，你老婆却做了太多。生活里头，如果你能够替她把什么事儿都做一些，家务做一些，管孩子做一些，照顾老人做一些，日子可能也就过下来了。如果你调整不了，还理直气壮地觉得你看多辛苦，在外头怎么样了，我还需要怎么着？你老婆不辛苦啊？你老婆在家里头面对着自己，可能小孩一会儿就翻脸，老人一会儿就板脸，出去了以后跟你一样啊，也有顾客挑剔，也有这也有那，回来了以后他到哪儿躲起来？所以为什么现在说过去的父亲干嘛能修灯泡，能修车，能修电器的，现在的爸爸干嘛会上洗手间，会躲在车里？就这，你自己想想吧。米娜老师非常愤怒的关于那30分钟，她愤怒的不是那30分钟，她愤怒的是现在男人在家庭当中的不担当。关于改装车，咱不配，为什么？其实到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们是要阉割自己的很多的，这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。有了孩子，男人就没有爱好了，真的没有爱好。我的所有爱好全都丢了，不是要丢，就是没法不丢。因为你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，那小崽子过来给你弄一下，你还能继续吗？你就仔细想。最后就是总结一下，陆琪老师说到了沟通，记对方的好。米娜老师叫当头棒喝，他当头棒喝就是，咱确实没那么多的权利，咱确实没那么多权利，收手。剩下2位老师其实都说了嘛，还好，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希望和光明，我们就希望你们能活在今天，开心的活好今天，放松一下，都太紧了，好累啊他们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假如我们能以后少一些争，谢谢2位，请回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了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肯定是双出，肯定双出啊！妻子最后都笑了，不再是面如死灰了。行了，我们来看看他们俩相见的时候，怎么好好的在这个当下享受片刻的那种时光。来，请开门。你出啊，个大男人的，你还等啥？快点跑啊！快点儿，主动点儿。哎呦，要不然我说现在男生都怂了，就在这儿，居然拉手的是老婆，而不是先生。
来，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讲。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家里都是我说了算，但是自从他生病以后，却处处管着我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妻管严。他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个人，但是我现在发现他和身边的异性特别暧昧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难道我不应该管他吗？他现在一点也不体谅我，我对他的好他从来都不领情，反而还总是挑我的毛病，我觉得特别憋屈。他总觉得他爱我，但我觉得他对我的爱都是出于怜悯的，我需要的是真诚的爱，他却给不了我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4岁，来自天津酒吧舞台总监；女嘉宾小张23岁，来自天津奶茶店店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天来干嘛？怎么说呢？感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然后一直在生活上也好，很压迫我。还有我现在就是对他的很多好意，这都完全当成驴肝肺了。要寻找回那个曾经的他，是吗？是的。啊，那就说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吧。大概10个月之前吧，他是得了一个病叫红斑狼疮。哟，免疫系统的疾病，可能也是有一些压力吧，就是当时没多长时间就跟我提分手了。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，又不是感情方面有问题，这个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。我当时就拒绝了。自打拒绝了之后，他这个性格呀，还有就是对我的态度转变特别大。打比如说，他当时吃激素吃的比较多，然后掉头发掉的挺厉害的，我就心想体谅体谅他们，陪他一起共进退。当时我是长头发，有那个图片主持人，您可以看一下。我们看一看啊。哦，好酷啊！因为工作原因，我是在酒吧工作嘛，可能形象啊还有外在方面更个性一点。然后我就心想给他剃了，给他个惊喜嘛，就陪着他。结果他没有说感觉到惊喜，却是骂了我一顿，我就很不理解。为什么骂？不是你说他非得剪了，好几年头发没了，我觉得他形式主义太装了。形式主义太装了。就是我干什么他都能生点气。就打比如说那时候算是他病的中期吧，病情恶化了，当时就需要做一个检查，叫那个骨髓穿刺。哎呦，那个特别痛，那个特别的疼，而且本身就特别娇气，跟杀猪了一样，鬼哭狼嚎的。我平常挺坚强的，然后当时就没忍住掉眼泪了。我进去了之后，他就看见我也哭了，劈头盖脸的就又给我骂了一顿。我都已经那么疼了，我都够难受的了，他还在那哭，我都想让他把我当没事人一样。啊，你当时就骂他什么？一个大男的哭啥哭呀？他那个感觉现在很委屈，我没招你没惹你，对吧？我实在憋不住了，那我没有办法。他就觉得我好像就跟虚情假意的似的那种感觉。他在病中那个人的心理和心态他就希望说我不要提他这个病，然后我说行，不提病了，聊聊人生大事吧。人生大事是啥？他以前特别在意就是结婚啊、家庭这方面的事情。我以前说实话对这方面挺反感的，因为我挺喜欢自由点的。我就想是啥呢？我也当时跟他说了，回头整几身正经点的衣服，然后呢，因为平常那个形象比较个性，嘻哈嘛。对，我说跟父母聊聊这个未来的事情，还有结婚的事情。我本以为他会挺开心的，因为以前我不喜欢跟他聊这个事儿都，也是一样，就非常反常的跟我就吵架，就说啊你太假了，你是因为我生病你才这样的。他以前那么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，咱俩别走那么繁琐的礼节，直接领结婚就得了。那这个事情有假的吗？那你现在跟我说，不还因为我有病吗？不还是可怜我吗？结婚这个事情它是儿戏吗？那你现在出于不是真心实意的，我想让你真心的爱，不想让你可怜我。你是想娶她吗？是。我要告诉你，他有这个心理是很正常的啊，你也别委屈。他生病，我也是可能有点担心了，想让他就是安安心心的养病。他不是在奶茶店工作吗？工作那个强度也不是太低。我就想让他把工作辞了，在家踏踏实实，好好把病养一养。我说我养着你，就是说我的工资也好，我的经济能力完完全全足以支撑咱们俩的支出。他肯定不同意。对呀，以前他是特别听我的话，都会依赖我，就是现在让我感觉我心里都发毛。我养你，你也不让我养。我现在我陪他去医院，
他都不让我陪他去了。这不是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吗？那我一天嘛也不敢在那儿待着，我多无聊呀！最起码我应该独立一点。你是怕成为他的累赘，对吧？你是不希望因为你的病让他改变对你的看法，不希望你们的爱情变成一种怜悯，是这意思吧？还有就是还有呢，工作方面的事情啊，因为我是在酒吧里工作，我是属于舞台总监，也是一个管理层吧，算是。然后主要管理就是艺人啊，还有整体的演出流程。他以前对我的工作挺那个支持的，因为我感觉其实我虽说在酒吧工作，但我从来不喝酒，我自认为我是酒吧一股的清流。他以前也是很信任我，但是现在基本每星期得去查我的岗，而且是那种突然袭击。看你去怎么叫查岗呢？不是，他是突然袭击，当时老查出事儿来了。那就说明你还是有事儿，不是小子。主持人，您听我跟您说，当时也是另一个部门，他是营销总监，喝多了，对我们那女歌手开了一些不好的玩笑，然后当时是那个营销总监对我的女歌手，就是我的部下不尊重。然后呢，我当时也急眼了。他管我那个女歌手管他叫媳妇儿，他喝大了。我也当时也可能有点上头，指着他鼻子骂，我就说干嘛你嘛意思？我说全舞台部女的都是我的媳妇儿，知道吗？谁也碰不得。当时就快打起来了都，然后最后拦开了，这事儿也就算了。他突然蹦出来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把我拉到一边，啪给我来一下子，给我一下给我弄懵了。为啥呀？那我当时当着我的面喊别人媳妇儿了，那我还忍着，后面我也跟他道歉了，他一直揪我这个不放，但是他不也是他做错了吗？他不也是他太过分了吗？表述界限不清。说实在话，这也就是他换成前对象这个事儿，我立马我就跟他断了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说他多有魅力。就这个事一直在我心里，就是当时他也跟我道歉了啥的，但是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刺儿。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就不放心你了？然后自打这之后，就是包括我的耳闻，我的公司现在传出来的声音就是，那谁家里有条母老虎，是个妻管严，导致就是我在公司挺没面子，说实话。就这一件事儿就传吗？还有呢，因为我有时我的团队我会组织一些团建，对，联系感情嘛。然后以前他都很放心，现在的就必须要跟着。那回就也是我手底下的一个小兄弟喝大了。秃噜出来个事儿，这有什么事儿？一个女同事可能对我有点别的情感吧，就喜欢你呗。对，应该是吧。然后抱着我就开始哭，我就是委婉的拒绝了，我也给人家推开了，都能做证明。然后呢，可能还是上头了，亲我惦记。然后呢，我就下意识躲开了，并没有说让他得逞。然后这事儿就让我那小兄弟给秃噜出来了，也喝多了，然后就让他听见了，跟我玩命打。这不是第一说明有人喜欢他，你男朋友有魅力；第二说明你男朋友拒绝了呀，这是好事儿啊。那他跟我说一声最起码呀。这个事儿我怎么跟您说？我是跟你臭显摆呀，我还是那你不觉得还是你给他希望了吗？主持人，自打完这回之后，又有添了一个新毛病，就是每一天必须要把我的手机翻到底。有时候一些小同事啥的管我借点钱之类的，男同事还好，女同事他就炸毛，把我手机抢走给人发人，说啥呢？我是你领导的媳妇儿，赶快把这钱还给他，要不明天我就让你下岗。您这是动作变形了啊！现在我在公司真的全都传开了，别说女同事，男同事的也不找我借钱，饭都不敢叫我吃了。哎，你们俩结婚了吗？还没有。没有，那就是人家的钱就是人家的嘛。但是啥呀？那他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。为啥要跟你商量啊？那我有嘛事，你又不是他老婆。那我有嘛事都跟他商量。那是你愿意啊。给我压的都不行的了。这个倒不说。这个都不说了，这是外面的事儿。那说说家里的。还有家里的事儿啊！我在家里我有一个小工作室，那相当于我的小世界，我不想被打扰，每天我得在里面关个2-3个小时，我去工作。以前他都很支持，现在不一样，你必须把门给我打开，上次我就给他踹开。那我只是想陪陪你呀。然后呢，进去主持人我就这么跟着，就像恶魔一样，那个2个眼睛盯着你发毛，就这么盯着你。我就是看着你陪着你，我怎么是盯着你呢？然后呢，还得问东问西的，你这个设备多少钱？你那碟机多少钱？你新买那几张唱片花了多少钱？有回没憋住，我就跟他说实话了，10万来块钱吧。自打他听完这个之后，跟我说，你是兴趣爱好这方面，你只要跟音乐相关的，超过1000块钱，你必须得跟我商量。
我没有管他，我只是让他跟我商量一下。你以什么身份让他跟你商量？那我是他对象吗？对象是什么？但是我也从来没管他挣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只是让他跟我商量一下，我俩有个沟通。而且他那么不节制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问几个问题吧，姑娘，你喜欢这男生吗？喜欢。你想嫁给他吗？想。啊，你觉得你的病是个病吗？我觉得不是。你说实话。算是。你知道这个病的性质吗？知道。什么性质啊？治不好了嘛，他一辈子只能维持了。得了这个病之后，你觉得你矮人3分了吗？我感觉有一点。你在这怕他跑，对吧？对。你又想拉住他，又想推开他，是吧？啊，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？现在？配不上。啊，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现在你这么在意他？就想把他抓住了吧。那你觉得你纯粹是因为生病的问题，还是说其实你的本性里对这个男生从事的职业，对这个男生的工作环境，对这个男生就没有那么放心？可能以前也是有一点儿。所以说以前是压抑和装出来的，对吧？生病之后是完全释放了，对吧？因此，所谓生病而带来的心理变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更多的应该是你本性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我就是希望能帮我，就是挽回一下以前的那个他。他已经说了，以前他都是装的，所以这个人可能未来就是这样。随着他病情的一些起伏、一些变化，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出来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可以接受。但就是他现在对我一些态度，我感觉他就是这样，他现在就是多疑，他现在就是害怕，他就是想拉住，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，小胖？我可以接受，能接受就别抱怨。那下面的问题又来了，刚才我问到一个问题，他是你什么人？姑娘说是对象，所以我说他没有权利管这些。你们未来会结婚吗？会。结婚之后，他可就是你妻子了。结婚之后可以。打算什么时候结？我的预期是越快越好。嗯，因为我也你为什么拒绝结婚？我就觉得可能还不稳定吧。什么不稳定？我觉得可能我配不上他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？10月份以前吧。其实，在生病之前就有，对吧？只是生病了，把这件事儿爆出来了。生病像一块遮羞布，把你内心最真实的东西一下就给撕开了，是不是？他的父母你见过吗？见过一次。怎么样？很好。他们家父母呢？见过。咋样？也挺好的。好，今天你来是要找回他，过去的他，那你来是为啥？我觉得让他给我一些安全感。你是因为他的职业不能给你安全感，还是这个男孩不能给你安全感？职业多一点。我要问的就是这么多哈。那这段情感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各位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，您也很清楚，供你们参考，谢谢。我的意见和于老师相反。力管理的问题。现在这个病给了你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，然后呢，这个压力你不知道往哪边去宣泄，也不知道自己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把自己这个压力管理好。然后呢，这个男生他确实说陪伴你啊或者怎么样，也能带给你很大的安慰，但是你会发现跟他相处的过程中，你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？他反而是一个新的压力来源，你能理解这个事儿吗？就是你的工作状态也好，生活状态，包括你说的那些话，包括未来你家庭，你说要结婚，肯定涉及家庭，这方面的事情带来的压力是他现在承受不住的。光现在生病这件事情，这个压力他都已经没有宣泄掉了，你还要给他新的压力，他承受不住。所以所有的你说这些事先放再说，你呢老老实实的，也不要说我一辈子呀，也不要说结婚呀，你先老老实实的陪着他，先把眼前的这些治疗过去，让他把现在那些治疗先习惯了再说。对你来说呢，我这么跟你讲吧，你这个病啊，我也接触了不少啊。我每一次我都跟他们说，我说这是一个人生的决策时刻。什么叫人生的决策时刻？你应该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，从工作到学习到未来的人生。因为首先第一个，它不是一个你今天发作了明天就怎么样的一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漫长的战斗。那漫长战斗，你一定要以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面对它。你从饮食的角度，从日常护理的角度，从心理的角度，包括是日常对于健康监控的角度，
你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去面对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建议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人生状态。你现在再去奶茶店打工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不是很适合。你去找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做，能够激发起你内心战斗欲的事情做。打比方说，我科普这个事情，我告诉人家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疾病，我应该怎么样去跟这个疾病去战斗。我去做一个新媒体端的博主，我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。你看你形象也不错，完全可以做啊。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人生里面一个要去面对、要去战斗的一个事情，我们鼓足自己的勇气，先把它抛开在一边，通过自己的人生的变化，让自己的自信心也好、压力管理也好，把它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。这就是我说的人生的决策时刻。就这样。我大学的时候的好朋友就是得了这个病，然后她也嫁给了自己在高中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我吧，只是想让你跟以前一样多依赖我一些，而不是说我现在感觉我在你心里特别没有分量。你的病也好啊，还是什么的也好，我都可以接受，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不要在这上面有心理压力。但是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我是爱你，但是可能要冷静一下吧。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多陪一下我，就是不用每天，你也不用干嘛，就咱俩一块儿，就是一块儿待会儿，就是一块儿，谢谢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，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还是心里还是挺纠结的。来，请开门。我只能说，就是见证你们的浪漫瞬间吧。来，各位请见证，让我们变得现实了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，认准胃康灵。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